2025年6月，一个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除的年轻人所创立的 AI 作弊公司，刚成立2个月就拿到了硅谷著名 VC 机构 A16Z 15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估值迅速飙升到1.2亿美元。那么这轮融资在硅谷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款产品就是明明白白的教用户如何在面试中作弊，而公司网页上公然写道：我们就是想对一切作弊 ，cheat on everything。这个 AI 初创企业叫 Cluely， 公司创始人叫 Roy Lee， 是一名韩裔学生。不久前因为上线了 AI 作弊软件而被哥大开除。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么有争议的一个年轻人，你说他没有道德底线也好，说他是营销疯子也罢，他真的能够融到资。而且他自称产品上线仅16天，年度经常收入 ARR 就达到了100万美元，仅2个月就达到了500万美元。Welcome to Cluely。而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叛逆小伙却拿到了硅谷最主流基金的1000万级别 A 轮融资这确实是让很多人不理解，也让很多每天勤勤恳恳加班加点的创业者们觉得非常不公平，这样也可以。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更关心的其实是这个事件背后的更深一层的逻辑。2025年已经过半， AI 应用并没有如期大爆发，而去年声称2025年将是 AI 应用元年的投资人们是否开始着急焦虑，开始饥不择食，只要项目能够赚钱就追捧呢？风投 VC 基金们还在继续入场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倩。那我们这一期 101 Weekly 节目上线的时间呢，正好是2025年的7月1号。我们来延展讲讲开启2025年下半年之际 AI 应用元年进展的如何了。那首先呢，我们来从大方向上看看今年整体的一级市场资金流向。那先说结论资金依然在涌入 AI 赛道，而且金额和规模呢比之前都更大。这背后的原因呢可能非常讽刺主要就是因为钱太多了。那给大家看这样一张图来源是 The Information 的数据。那左边深粉色呢是2022年第一季度到2024年第二季度风投基金们领投的资金量，那右边的浅粉色代表的是2024年中旬到今年6月中旬的 AI 投资资金量。那么可以看出，头部基金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大量入局，特别是软银和 Thrive、Lightspeed 还有 A16Z， 那也就是开头我们说到的投了 AI 作弊公司的那家基金那也在布局相当规模的投资。简单来说呢，从投资上来看， AI 赛道并没有冷却，基金们依然有大量的现金等着投出去。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2023年的时候 AI 的发展，当时的一个主流的声音还是觉得说ChatGPT 可能不会火很长时间，到时候 Meta 出来做的 AI， 还有 XAI 出来做的这个产品，还有就是 Cloud 出来做的产品都会超越或者是跟 ChatGPT 持平。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 ChatGPT 的增长其实还是非常的持续并且非常快速的。然后在看到了这个苗头之后SoftBank 还有 Thrive 才就是更多的 double down 就是这个 OpenAI。 目前的硅谷风险投资市场正在处于热钱疯狂涌入的时候，特别是2级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而1级市场又遇上 AI 这个大风口。那 AI 时代 VC 它投的钱多了很多，之前就在5年前10年前这种 billion dollar 的 VC 基金非常非常的少，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基金，它的体量已经达到了就是10几个亿美金，或者是甚至是100亿美金的这种基金，它只能够去投非常大的项目，它只能够投这种 all or nothing 的项目，它不能够去投这种可能卖出来有200个 million 300个 million 这样的项目，对于很多大基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VC 基金在种子轮的时候要这个公司去融5个 million 10个 million 甚至更多，因为对于他而言，这个公司它是一个200个 million 300个 million 的一个 acquisition， 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想要的是一个20个 billion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基金会在种子轮的时候大额的去投资明星的团队，就是这个原因。那当市场上钱太多的时候呢， VC 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呢就会往往被压缩。我们的嘉宾 Jenny 肖呢把现在的这个时间点类比于2020年还有2021年的那个时间点。那么当时的投资热点呢就是 SaaS 公司，也就是软件及服务的公司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么当时的氛围呢就是所有的 SaaS 公司呢都要去融资很大体量的钱，疯狂的招人，疯狂的扩张，然后呢推出新产品新功能。所以呢当时很多 VC 呢是往
SaaS 公司中砸了很多钱，然后呢导致很多基金在2021年的表现回报特别差，甚至呢出现亏钱。我觉得是 VC 钱融的太多了，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大家看到的 AI 的现在的一些趋势，很多人怪这是 AI 公司的问题，或者是技术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其实本质的问题就是 VC 公司在融钱的时候融的太多了，他们的钱融的太多了，他就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把钱投出去，所以他们就会去找这种非常耗钱，但是有可能会超越 OpenAI、Anthropic 这样的一些公司去投，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公司十有八九最后都是亏钱的，所以整个 VC 的投资回报率就此压缩。那我觉得在2025年、2024年其实是我觉得会重演2021年、2020年的时候的对于 VC 而言的一种悲剧，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呢 AI 进展到2025年，我们看到一个很割裂的场景哈，年初风投基金们纷纷看好 AI 应用在今年爆发，但是现实是 AI 杀手级 Killer App 还没有出现，而之前呢不少被外界看好的明星 AI 应用公司呢连续的不断倒闭，或者呢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科技大厂。那原因之一呢，正是因为做应用的 AI 初创企业太容易被大模型公司的能力给吞噬掉了。做 AI 应用的公司有很多做这种 AI SDR 啊、AI coding 啊之类的公司，都有可能会被 OpenAI 和 Anthropic 给吞噬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金的话，在投早期的时候会非常的谨慎，而且会非常的在意如何避免跟大模型公司直接的竞争。但是很多大的基金，它如果自己有10个 billion 的体量，甚至就只有1-2个 billion 的体量的话，它都没有办法避免跟底层模型直接的竞争。它投的公司都是直接跟底层模型竞争的，所以就会出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的现象，就是收购价值可能还没有总共融资的额那么多，然后 VC 公司可能投它还亏了50%、80%的钱。如果底层技术无法构成差异化，又面临大模型公司几乎每周都在推出更新的残酷竞争环境，那么创业团队的护城河又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时候会营销、执行能力强、速度快等等创始团队的优势呢，就变成了 VC 会看重的特质。快速上线、迅猛营销、引爆话题，就算公司倒闭了也是迅速的倒闭，就算公司被低价收购，或者呢是所谓的人才收购 acqui-hire， 也能够呢让基金们快速的推出。那这就是 AI 时代的投资新常态，而这和之前互联网时期的玩法呢，已经从根本上是改变了。就是对于 VC 而言呢，大家肯定不希望看到这个 acqui-hire， 但是呢，现在对于 VC，就大部分的 VC 的想法都是有 exit 比没有 exit 更好。就与其说是这个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exit， 不如尽早的有 acqui-hire， 这样子的话 ，VC 可能会拿回本金，或者是能够拿回一个2倍甚至3倍的这样的一个回报。我觉得对于很多 VC 而言都是一个不错的收益，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信息还有包括这个底层技术发展非常的快，所以说这个公司能不能跑出来，其实在头2-3年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跟之前的互联网时代和这个 mobile 的时代很不一样，因为之前的时候可能你中间要 pivot 很多次呀，然后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 但是在 AI 时代这一个速度被加快了很多，基本上头2-3年就能看出这个公司会不会成为一个 venture backable， 能够成为一个 unicorn， 甚至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对于 VC 而言，很快的 exit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包括就 character AI 啊之类的一些公司，他们有非常快2-3年之内就有一个结果了，对于投它的 VC 而言其实是一种福报吧。快变成了 AI 时代创业的关键字啊！这个快呢，不仅是对 VC 基金们，而且呢是对于创业团队们来说，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已经不再追求能做大做强成为下一个谷歌、脸书、苹果公司，而是花2-3年时间打造出几亿市值的 A 轮或者 B 轮公司，被英伟达等等科技大厂收购。那团队和投资人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假休息了，这难道不好吗？那说实话，我们硅谷101呢，在过去1年的节目当中的采访嘉宾，至少呢有好几位都已经卖掉了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还有最近疯传被 Meta $1亿挖去的家辉鱼，正是我们播客3年前的嘉宾。顺便说一句最近好多我们的往期节目和活动嘉宾成功被收购和退出，所以欢迎大家多多来上硅谷101，沾点好运气。那这样看来呢，开头我们说 A16Z 用$1500万去投资那个 AI 作弊公司 Cluely， 是不是就能够说得通了？
A16Z 最近在6月11号呢是发表了一篇博文，它的标题呢就叫做 In Consumer AI Momentum is the Moat， 消费者 AI 赛道势能就是护城河。它举例了欧洲增速最快的 AI 编程公司 Lovable， 这家公司呢从零做到1700万美元的 ARR 年度经常性收入呢只用了3个月。那么 Lovable 做的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让普通人仅通过简单的提示词，在几秒钟之内就将想法转化成为应用程序。那这个事情的技术呢可能很简单，在 AI 开源社区里面就有好多的团队在做啊，但是2名瑞典创始人将极简的产品理念和快速迭代这个信条实践到了极致，仅用了1个周末完成核心功能，再用几个周末打磨优化，快速上线之后呢，用户反馈驱动迭代。而且啊 Lovable 特别会搞营销，比如说直播传统设计师和自己用户的对决，看用 Webflow 设计网页快，还是用 Lovable 的 AI 设计 Copilot 功能更快，全程直播计时，那是吸引了非常多人的观看和参与啊。那么这样的比赛和直播呢，不但让人们亲眼见证 AI 能够带来的颠覆和改变，更是在社区里面形成各种的宣传和造势。而 A16Z 的这篇文章呢，也是提到了 AI Agent 产品 Manus， 我们之前呢就有做过这家公司的测评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那文章呢是赞扬了 Manus 用视频作为社交媒体发布 demo 的形式来引发大众兴趣，而我们知道 Manus 同时控制的邀请码数量还是引发了 FOMO 情绪，也就是所谓的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症效应，让黄牛呢一度把邀请码价格呢炒到了10万人民币之高啊，得到了大量的媒体还有公众号的曝光和转发。那虽然呢，我看到不少人对 Manus 的营销手法非常的不屑一顾啊，但是结果证明呢，会营销的团队和获得过大众兴趣的产品，在如今的时代呢，是不愁融资的。Manus 在产品爆火之后，成功的拿到了硅谷顶级基金 Benchmark 领投的7500万美元融资，估值呢是达到了近5亿美元。最后呢，对于 AI 时代的投资人们来说，或许呢能否陪伴一家初创公司走向 IPO 再退出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绑定的周期可能不再需要这么长。因此呢，投资一家能够快速翻倍的公司听起来呢是一个更可行的策略，然后再在二级市场中出手卖掉。我觉得其实 AI 的 IPO 是遥遥无期的，至少是说大模型的公司还有 AI 应用的 IPO 是非常遥遥无期的。AI 的应用都是在去年或者是前年刚刚开始起来的嘛，所以说这些公司他们离 IPO 至少还有10年的时间。然后另外就是 AI 底层模型的公司，像 xAI 啊、OpenAI 啊、Anthropic， 他们其实没有必要 IPO， 因为这个 private markets 的钱已经非常的多了。这些 AI 公司的 CEO 为什么要承受public markets 这种折磨呢？为什么要承受这种市场的监管以及 public market 这种上下的波动呢？所以说很多这种 late stage 的公司都没有想 IPO。包括 Stripe， 包括还有就是很多像 Figma 啊这样的公司，他们都没有想 IPO。那 AI 的公司就更不愿意 IPO， 因为 IPO 了之后 ，public market 会限制它对于底层模型和技术的投资。大家可能会就想着说，你如何能够 cut cost 呀，如何能够发 dividends 呀之类的，就可能会限制它在技术上面的一些投入。Secondary market 非常非常的活跃，然后现在 VC 的退出基本上已经不靠public market， 而是靠 secondaries， 因为 VC 以前是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生态系统的，以前是属于 VC 作为 private market 投资人，然后直接就有 public market 接手了嘛。但是现在就变成了VC 有早期 VC， 有成长期 VC， 有这种相当于说是 growth equity 的 VC， 还有 secondaries 的 VC，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private market 的主体可以去互相的相当于说是买卖这样的 AI 的公司以及他们的股票。所以说其实需不需要 go public， 我觉得是对于很多 AI 公司而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2025年过半了，硅谷的投资人们开始焦虑了吗？我们感觉焦虑肯定是有的，毕竟 AI 技术的不确定性呢依然很大，大模型的商业逻辑呢也不一定能走得通，而消费端 AI 杀手级应用呢还未见端倪。但是更重要的是，创业的玩法在 AI 时代呢已经改变，对 VC 投资机构以及呢对创业者们都是如此。而这样的变化在2025年的下
下半年还会继续。那么在这个被预测的所谓 AI 元年中，到底有什么真的好的 AI 产品能够跑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了。好了，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101 Weekly， 我是陈倩。这档节目呢，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所以呢，记得订阅我们，不要错过来自硅谷的最新动态哦。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